万万没想到，我竟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小院子。原以为50岁才做的事情，在我27岁这一年都实现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年4月份，我和花姐偶然看到隔壁村一个看起来已经闲置多年的院子，里面梧桐树长得郁郁葱葱，鸟叫声此起彼伏，实在是惹人喜欢。于是我们便把它租了下来，打算把这里改造成我们梦中的小花园。也于是我们便拥有了一栋上下2层的平房和8间4处漏风、屋顶漏雨的老学堂。当然了，还有这满院子的草。接下来我们打算用半年的时间来改造我们的小院，我想这一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过程。我们的小院经过2天的改造，已经大变样啦。原先杂草丛生，连个人都很难钻进去，到现在一眼就能望见对面的小学堂。这得多亏了我们的1号种子选手花姐。今天的任务是把院子里砍倒的树都拖出来，这不把村里闲着的大伯大叔们都请了过来。这么多的树，咱们2个实在是搬不动啊。这里打个广告。有需要锻炼的，可以评论区留言报名啊！这个小房子有点挡视野，所以我们决定拆掉它。但是屋顶上的瓦可以拆下来留着继续用，能省一点是一点啊。所以接下来上房接瓦就是我花姐最喜欢的环节了。这个画面让我想起小时候村里一家盖房，全村帮忙传砖头传瓦的旧时光。今天我们把树都拖了出来，瓦片也拆了下来。明天挖机就可以进来大展身手啦！我们下期再见喽！我们请的挖挖机终于干到小学堂后面的菜地了。别说这个土壤还真不错，地木耳都长出来了，还有花都开到屋顶上去了。地上捡的美味，这一刻的我可太快乐了。这边挖挖机在挥着大手臂干活，前面我花姐也在挥着大扫把打扫屋内卫生呢。
这是楼下的房间，因为铺了地砖，所以看起来整体还不算太脏。这只老母鸡天天来咱院子里散步，你说它是不是觉得咱占了它的地盘呀？这是楼房后面的小阳台，因为正对着后面的松树林，掉了好多叶子在里边。瞅瞅我花姐，这是在敲啥呢？这小草在出水口扎了根，这还拔都拔不出来呀！看，这是打扫干净的样子，后面土地也翻出来啦。下期我们就开始种菜喽！来，这是我和花姐花了1000一个月租的院子，小学堂原来长这样，经过一顿大修理后，现在长这样，似乎是差点什么。没错，瓦还没盖呢。跟老师傅商量了各种瓦的优缺点，再加上没钱，现在换成塑料的，我就一个树脂的吧，树脂的材料的。找个天气好的日子开干。终于不漏风不漏雨啦，瓦盖好，我们就可以收拾厨房盖灶台啦。我们下期见。没不是就去掐子，那么求哪个的，搞的掐子养的嘛。那么掐子去啊？那是压是老掐子不？把我挖不通，把我挖了。现在挖的是多多吗？就这样变，哎呦，我的，好方吧？我的屋那个小得很呢。啊。搞不到啊！哎呀，不管你那些，把这搞上来，人家搞不到。好，活着，活着，活着。哎呦我去！哎呦我这个去！哎，有吧？好的。哎呦，这这个怎么？这是我和花姐花了1000一个月租的院子，你们绝对猜不到这会儿我们在谋划什么。先买个关子，嗨一嗨。咱这说干就干的性格，花姐直接先挥刀动起来了。捡来废弃的砖头，墙上卸下来的水泥板。小学里去了。正在干活的军哥过来看了看，说我们这个摇摇欲坠，属于违建，于是就随手把它拆了。大家猜猜此刻花姐的心理活动？军哥重新打了基础，搬来更大的台面。小的石板拿来当凳子，用刚打上来的井水冲洗一下。没错，一个不花1分钱的茶台就搭好啦。摆上一盆野生植物，还上这个辛苦干活的伯伯们，开始喝茶啦。嗨，大家好，这是花姐，我是雅雅。我们今天要把厨房收拾出来。看这个厨房的样子。
我这里收拾好天，前面窗户是完全被这个藤给包起来了。哎呀，天呀，这是哪一年的日历啊？看一下，有2017年，这应该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包吧？怎么感觉这么轻松啊？一点都不重啊！不重。我记你是条汉子。快点跳，阿基还不能跳。搞后尾了，后尾了，你搞。我丢了。最后来看看我们这2天的成果吧。太美了！听说到灶台要看个日子，你有听说过吗？这4天都要重新倒地皮的。这面墙好有特色啊！现在真的，老师好，不请起坐。没凳子，将就将。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丝瓜？院子里种着的丝瓜已经进入了爬藤期，尽管天气炎热，也该去给它们做个架子了。时值7月，竹子正长得茂盛，剪去幼竹上的杂枝，就是搭藤架的好材料。天气实在太热，得弄完赶紧走了。哪都是死的了，哪里？来上来，我这用啥我？我这里哪里有缝就哪里上。这还好我收了，这可以，再抱着。忘记带院门钥匙，只好从尚未修好的院墙爬过去。我小时候特别不喜欢吃丝瓜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慢慢接受了它的味道，还有那如嚼棉花般的口感。走吧，走吧，这里还高吧？赶紧来个快递嘛，这个好搞笑。后面的搞到好搞笑啊！不知不觉，我们的小院已经改造有2个月了。收拾完菜园和小学堂，今天终于能来给我们的房间刷大白了。师傅刷外墙，花姐跟着刷里面的房间。别说，咱花姐还真的干啥都有模有样哈，一套下来行云流水。居然有鸟在这里面做窝了，还有鸟今蛋。天天气依旧很热，这边整个楼梯扶手全部氧化生锈，师傅正在打磨，咱也跟着偷偷学一下，这不又省了一个小工钱，忍不住要夸夸自己了。打磨完刷油漆，就是大家觉不觉得这个红色的漆有点丑啊？军哥在修电路，花姐爸在帮忙给杂草打药。这是没收拾之前的样子，现在楼上楼下整体看起来是不是舒服多啦？
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于是土地刚翻出来，我们就买了一大袋花籽来种，还想着明年春天我们就能拥有满院子的花。但是事情远远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。耶，谁的脸最大？我的脸，阿姨的，阿姨的。好累死了！最后的古音乐给我听听看，不是？爱你不是那么样，爱你不会怎么样，爱你和我那么远不一样，爱你和蓝如香就不一样。哎呦我的妈！几周后，我们又兴致勃勃地来摘花，都变成河了。刚发芽的花籽全部泡在水里了。我们想自己挖个排水沟，发现根本挖不动。没办法，谁甜的就让谁来挖开吧。我们继续摘花。只是泥巴的时候。这种花之路确实有些艰难啊。就这，你们觉得明年我们还能拥有满院子的花吗？想要搭灶台，先得把这堵墙砸了。咱这院子可太耐拆了。这不，我花姐姐上次上房拆瓦后，有搭梯砸墙了。砸墙这活儿可太解压了，心里有啥不痛快都可以朝她发泄出来。墙面不是特别厚，所以砸起来也没有很费力。砖要拉出去，过2天地面要浇水泥。上期有个网友说这活应该多找几个帅哥一起做，希望看到这期视频的帅哥踊跃报名呀！我们看，太近太远了，看不清楚。活干的少不少，看吃的多。冰的，还整个冰的，行吗？我没讲的呀。又落进去了。哇，这个刀也太迷你了。咦，西瓜吃。吃吧，吃多的休息的时候，听伯伯讲他们那个年代的故事。这个呢，你麻烦1年要给1次广告。年年到给你5万，年年给的就不你。好了，人家还是不灵的，以后慢慢好是2个不，往人应该有3个蛋，5就行。垃圾，1、2、4，垃圾是啥的？有的比。今天来解决小院整个改造过程中让我们最头疼的一个地方。气温稍降几度，我们就赶紧赶过来了。花姐干活仍然是当仁不让，有啥活都是上手就干。虽然是天气炎热，也丝毫没有退缩。我弟不是我爸，往石匠工，我就跟俺往石匠工了。光不是得活的了，应该技多不压身。铺水泥、拉水泥、铺平、收架，没想到他都会，果然是万能花姐。太热了，真好吃。但是慢慢也没东西不到呢，是的。你看，一起来看看改造后的变化吧。有点像我们家里洗衣服缝缝补补一样。
才屋里面的地皮也弄好了，已经期待烧饭了。我们在这里加一个石磨，加个石磨，然后嘛，下次我就在这里磨豆腐、打豆腐啦。你还会打豆腐啊？还搞那个豆腐脑给你们吃，好不好？哇塞，我已经想象到那个豆腐西施的画面。没，打一个50美食口子，还不错。让网友们给我们提提他们的想法吧。这节目我们要来做什么呢？期待你们宝贵的建议哦。又是谁的父亲，谁家的顶梁柱呢？这是荒废10年已久被我们淘出来的院子。最近有网友抱怨更新的太慢，殊不知这些断壁残垣的修复有多麻烦。正值大暑节气，室外气温直逼40多度，请师傅干活也是等了又等。今天终于给我们安排上了，师傅也是教学，我花姐在旁边俯视担当，就准备偷学技术。好了，你麻将不是太好了，很明白。看你笑死！夏日炎炎，向日葵都晒得低下了头，师傅们干活也是不容易，所以一般我们都是让他们坐会儿休息会儿，进度慢点没事，千万别热的。休息不补还是？他休息不补的。是啊，最好在不黑的在那搞东西。在这坐车的感觉紧张些呀！一起来看看改造前后的变化吧。热气腾腾的一天结束啦，趁着夕阳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货了，今天把它割了。割芝麻也有讲究的。什么讲究呢？你看，像这样，不能这样。哪样？它那样倒着我又不敢，它倒着的话芝麻就会洒掉，不真好。我不敢用力，你看，用力芝麻就洒了。好，它现在也不行，差不多就是说，把它容量打长一点，我感觉它能直接拔起来。就不该继续往前走，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？请你打开电视看看，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。我都舍不得，我的妈呀！哇呀，洗得着，洗得着。没有拥有，还慢起，还是我打了我的气球。我这个还3个芝麻2个皮呢。哎，我来收块粮。你慢慢干吧，花姐。行啊，做好是这样，我知道一好耶，爱你哟。要困难还要。啊，有空以后再过，有必要的吗？24岁，我在干啥呀？我在玩泥巴。啊，我也不能说话了。24，恐怕不讲，年龄上。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开始修马路两边的水沟啦。我们的小院经过了一整个酷热的夏天，终于迎来了它新的换装。路是根本，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，所以我们要先把这条路修起来。路呢直通小学堂，铺的是青砖，看起来更复古。小院虽然变化很慢，但是处处都有我们的用心。它就像是一颗种子，我们都在期待着它慢慢发芽长大。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同样期待着我们院子的变化呢？话不多说，继续开干。也跟花姐的师傅干的，对呀。
个花光材料是一位好心的网友，他寄给我们的。他说他也有一个小愿梦。站在这里，真的很难想象，几个月前这个院子还是杂草丛生、满目荒凉，如今被我们一点一点改造成今天这个样子。这里倾注了我们太多的心血。今天开始修我们院子的主路，以青砖为主，红砖作为搭配，复古中透露着点小俏皮，中间留一块小路，铺上石子，是不是想想就觉得很不错？那个叫西柚子石，那叫西柚子石，那是蓝，你看深的那个。花姐说今天专门去买了双雨鞋，干起活来更得劲了。地砖、和水泥、拉水泥，咱院请小工的钱都省了。花姐干起活来真是巾帼不让须眉，红颜更是儿郎呀。砖缝里要填上一层细沙，是为了让路更结实。它是不是成体的？老晕了。干完这边的活，顺便再去种上点菜。这是邻居伯伯给的菜秧，你们知道叫啥吗？虽然说农村家家都有地，但是今年我们吃上了自己亲手种的菜，那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。一起来看看小路的变化吧。下期会把中间的石子铺上，一起期待吧。今天我们上山去寻宝，咦，怎么听着还有点押韵呢？
捡石子铺路啦。我们要挑这种鹅卵石，表面光滑的。别说这活还挺减压的。铺这石子路可是一个细致活，得一个一个摆上去。花姐和师傅摆了好多天都没弄完，摆完还得压一压，让它跟水泥一起更紧实一些。我们小院的门窗都是破破烂烂的，这冬天来了真是四处漏风，凉飕飕的。专门请的老木匠师傅修修补补，他们更在行。花姐看到这也忍不住想去尝试一下木工活了。你们看，小院的一切我们都是能修就修，绝不多花1分钱。这技术活也不是谁都能干的呀，还是烧石灰，准备给墙壁刮大白吧。这活咱在行。烧石灰的时候，花姐突发奇想，蒸个鸡蛋吃。咱也不知道能不能吃，反正她都吃完了。这个墙壁之前特别的脏，因为太久没有人住了。之前是小学堂，所以墙上还有块黑板在。看到这个黑板，不知道有没有让你们想起小时候被老师叫上黑板听写的恐惧呢？墙壁都是提前处理了一遍，才开始刮大白。看着墙壁一点点变白，感觉整个世界都亮堂起来了。还是好好的，对吧？外墙的颜色特别调制了一个接近土的颜色，你们觉得好看吗？